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在三圣之中，岩蝶和水晶在动画中都是露过脸的，但是唯有雷公，他在动画中的戏份却少了可怜，貌似就是露过一次背脸。然或许就是因为这样，制作方特地给雷公单独制作一个特别篇，名为《雷公雷的传说》。现在就让我来看一看这个特别篇吧。精灵宝可梦，简称宝可梦，是这个世界上非常不可思议的生物，在空中，在水中，在大地上，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他们的踪影。这个少年叫做健太，为了成为神小维大师，他和他的搭档火爆兽正在旅行中。在一家神小维中心里，健太与自己的青梅玛丽娜相遇了。暧昧的交流一番后，玛丽娜提出要和健太对战。这场战斗自然是健太这边占据绝对优势。火爆兽克服了水系的弱点，这样给蓝鳄最后一击时，一声巨雷打断了这场战斗。本来健太是想带着神小贝去神小维中心避难的，但是因为玛丽娜的梦妖没有收回来，因此健太只好和玛丽娜一同追了过去。而这一边，火箭队正利用水晶系统引来一群电击神小贝，当然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想要抓住传说中的神兽雷公。当健太等人赶到这里的时候，刚好就碰到火箭队在抓捕电系神小贝，玛丽娜对此感到非常气愤。而与此同时，传说中的神兽雷公登场了。不得不说，这种方式真是特别有逼格。雷公一来就击杀了所有的电击神小贝，随即便准备攻击火箭队，然而其电击绝招却全被水晶系统给吸收了。与此同时，水晶系统释放出了包围网，困住了雷公。雷公无法脱困，而且还被自己的攻击弄伤了。在旁边观看的健太终于忍不了了，他站了出来，让火爆兽去阻止他们。但是眼前的对手可都是火箭队高级干部啊！火爆兽很快就败下阵来。这危急关头，玛丽娜使用了自己的秘密武器，她指挥梦妖使出了灭亡之歌。这一招虽然对自身也会产生伤害，但是对敌人的效果也是显著的。火箭队等人被逼撤退。在神小维中心里，神兽住院的消息很快就吸引了一大群人的围观，其中就有在无意中登场过的米娜居，他可是一直追逐着三圣圣的行踪啊，所以这次能亲眼看到雷公十分激动。而雷公这边伤势好了之后，便立马破坏了神小维中心，然后又跑到水晶系统那里去了。看到雷公果然被吸引了过来，火箭队不禁嘲讽道：宝可梦就是宝可梦，也免不了被水晶系统吸引。然而雷公接下来的行为却彻底打了他的脸。雷公来这里不是因为受到了吸引，而是因为想要破坏这个机器。而与此同时，健太等人也赶过来帮忙了。除了上一次教训的火箭队，这次攻击越发激烈，这让健太招架不住时，与小镇在成都联盟有过交手的纯一登场了。纯一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，但雷公的伤势已经很严重了。火箭队又放出了包围网，眼看着包围网就要抓住雷公，健太让火爆兽使出了喷射火焰。还别说，这招真的有用。原来水晶系统只能吸收和反射电系技能，其他绝招是不免疫的。于是乎，玛丽娜和纯一也都来帮忙。本以为这样就能击杀雷公，可没想到火箭队这个人却发力了一把，突破障碍将雷公给抓走了。然而他们抓住的不仅只有雷公，玛丽娜也被他们误抓了进去。飞船上，雷公毫无意义的用身体冲撞着机壳，玛丽娜想阻止，但雷公才不听呢。不过也正是因为雷公的瞎闹，玛丽娜才找到了逃离飞船的方法。可是由于已经在高空，身为人类之躯玛丽娜不可能直接跳下去，所以她只好让雷公先逃。雷公此时还够意思的，并不想一个人逃，但最后执拗不过，还是离开了飞船。得知雷公已经逃走，火箭队将气全撒在玛丽娜身上，并再次打算利用水晶系统将雷公引过来。与此同时，健太等人也知道了玛丽娜被抓的消息，也都赶了过来。整个剧场版也在此时进入了高潮。为了救玛丽娜，同时为了摧毁水晶系统，雷公果然过来了。本以为破坏了水晶系统控制台就可以了，但没想到这反而将水晶系统的终极力量激发了出来。这次可不仅仅是吸收雷公放出来的电量，连雷公体内的电力也都要吸收。雷公就这样被水晶系统彻底困住了。如果直接从外部攻击，肯定会引起大规模爆炸。所以现在要救雷公的唯一方法，就是用自己的宝可梦当做护盾，零距离攻击。
但这无疑会对自己的宝可梦产生极大的风险。健太有些犹豫，而火爆兽一声吼叫，无意表达自己的立场。于是火爆兽便带着大菊花一起突破水晶区域，当然火箭队肯定是要来干扰的。这里我吐槽一下，健太等人竟然都只有1-2只神教杯在身边，其他神教杯都不用。这波主力都去救雷公去了，所以现在搞得很狼狈。最后在关键时候，健太等人不惜当做人肉盾牌，雷公见此非常震撼，于是爆发了一波，打破了水晶系统。看到大势已去，火箭队就逃跑了。故事的最后，雷公对人类的看法有所改观，和健太一伙告别，整部剧场版也就差不多结束了。3人继续着各自的旅程。对了，这部剧场版还有一个名场面，那就是马蒂娜问健太是不是跟自己说话很害羞时，健太否认，但是火爆兽却露出一个这样的表情给你看。好吧，这样可绝对宝可梦我不要了。我是阿 P，咱们下期见。